太子哥哥，这荷花酥太甜了，你肯定不爱吃，要不我替你吃了吧？太子哥哥，这菜看着清淡无味，我看你也没动，要不我帮你解决？拿走。就这么跟着太子在慈安寺混吃混喝了1个夏天，我不但没瘦，还胖了3斤。离开他，我又要回去过挨饿的日子了。愣着干什么？宫里我不爱吃的更多，还不赶紧跟上？好嘞，太子哥哥。就这一顿，还是清水白菜。陆姑娘，姨娘交代了，老爷说您太胖，样样不如嫡出的大姐姐伶俐。姨娘说了，您是喝口水都长肉的体质，以后连水都不许您多喝。再这么下去，我真的要饿晕了。听说了吗？太后娘娘又要去慈安寺礼佛了，今年还要选人带在身边。快打住吧，谁爱去谁去。慈安寺那素宰简直难以下咽，每次去的人回来都要饿瘦一大圈。就是，整日听禅无聊透顶，太后也不常见人，去了也是受罪。咱们姐妹还是在家待着，吃山珍海味吧。斋饭再难吃，太后总不能让我饿死吧？这可是保命的差事。陆家丫头，你可是自愿去的，那儿的斋食可一般的很，比不上你家里。臣女自愿伴驾，诚心礼佛。也罢，既然只有你一个请缨的，那就定下你了。慈安寺，我来了，素斋管够就行。终于到了，今天就是启程的日子。姑娘数得再仔细，这肚子也得收着点儿。姨娘特意交代了，马车上绝不能带半点嚼头。姑娘放心，奴婢们会寸步不离地守着您，绝不让您有机会多吃一口。姑娘别揉肚子了，揉了也不管饱。我是在忍，再熬上几个时辰，等到了慈安寺，当着太后娘娘的面，我就不信你们还敢拦着我用膳。那您就先忍着吧，这路上还有好几里地呢。陆姑娘，太后娘娘请您前去凤辇伴驾。来了，公公，快带我过去吧。姑娘慢点儿，等等奴婢。你们就别一起去了，好好在后头坐着吧。可我们要伺候姑娘，想来前头太后娘娘身边的位置金贵，没那么多空余的地方，省得你们跟在凤辇边上走，累坏了可怎么好？陆姑娘真是体贴，太后娘娘也正这么说呢。两位姐姐放心，前头太后娘娘的人多的是，不缺伺候的人。太后的凤辇啊，里面一定有好吃的。太后娘娘，这宫里别的小姑娘见了我都像老鼠见了猫，你这胆子倒是不小。快过来，坐到哀家身边，和我这孙儿做个伴儿。陆姑娘还不快见过太子殿下？是，臣女见过。倒也不必行此大礼。这毯子倒是一点不脏，摔着也不疼。瞧这孩子，快把各色茶点都盛上来，再泡一壶香茶。是太后。你这孩子怎么饿成这样？莫不是早上贪睡，连早膳都没用？回娘娘，吃了呢。早上起来吃了小半碗清水白菜，可不知怎么回事儿，这白菜吃完，我反而觉得更饿了。父亲和姨娘总嫌我长得太胖，说我不像大姐姐那么伶俐，所以姨娘最近都不让我多吃东西。你姨娘也太心急了，你才多大？这
正是在吃饭长身体的时候，怎么能这么饿着你呢？太后娘娘说的对。不用想，太子肯定是在笑话我能吃又长得胖。算了，被他笑一下也无妨。谁让他皇祖母给了我这么多好吃的呢？我不跟他计较。阿恒，能吃可是福气。你要是能像这丫头一样爱吃饭，哀家也用不着整日操心了。哀家记着上次你们做了些肉干，可都带上了？回娘娘，怕殿下路上饿着，都带在身边呢。肉，居然还有肉！瞧瞧，安国公府这是把孩子饿成什么样了？快吃吧，不够还有。给他端些特意煮的甜茶来，别让他噎着。谢太后娘娘。你这丫头嘴里没个停，歪理倒是不少。这到了寺里，可就一星半点肉都吃不到了。银儿，你真能忍得住？娘娘，臣女只关心一件事，那儿的素食管够吗？那当然管够，这儿又不是你们安国公府。那就行，只要能吃饱，吃什么都行。你听听，这孩子倒是不贪。你们两个跟了一路也累了，就别在这儿守着了，下去自己用饭吧。可是姨娘交代我们要伺候姑娘，我得在这儿陪太后娘娘用膳，你们守着也是碍事，对吧？太后娘娘，下去吧，这儿不缺人伺候。是，奴婢们告退。殿下恕罪，奴婢该死。殿下，你是不爱吃胡萝卜吗？那个馅儿闻着是有股土腥味儿，你吃馄饨吧，荠菜馅儿的，可清鲜了。哀家要去礼佛了，你们两个不用跟着，自己去玩吧。孙儿遵命。哎呀，撑死我了，走不动了。娘娘，刚才您怎么不让陆姑娘劝劝殿下多用些饭呢？奴婢看她那胃口，说不定能带带殿下。阿恒那脾气，岂是别人劝得动的？难怪太子那么瘦，原来他是真不爱吃饭啊！饭多好吃啊！怎么就2个？中午太后娘娘不是说管够吗？姑娘，太后娘娘礼佛去了，您得按咱们府里的规矩来。没错，姨娘说了，一顿只能吃2个饺子，多一个都不行。这胡萝卜饺子除了我，谁还会偷吃啊？姑娘，您去哪儿？去找太子殿下。姨娘可没说不让您找太子，但您得记着，不能找吃的。哼，太子殿下不爱吃饭，我可爱吃。我要是替他把饭都解决了，那岂不是两全其美？行了，在这守着吧，我去见太子殿下。姑娘，这还没到晚膳时分呢，您这会儿过去，莫不是又想变着法子找吃的？姨娘只是让你们管着我的膳食，可没说不准我半价。我这会儿过去是尽本分，若耽误了太后娘娘的大事，你们两个担待得起吗？奴婢不敢，姑娘请便。
这就是慈安寺夏天才有的秘制点心。回路姑娘是。昨日送去我那的2块，硬是被抢去吃了，说我是什么易胖体质，不准沾甜。太子哥哥，那2个丫头昨日还说呢，这荷花酥做的忒甜了些，最是腻人。太子哥哥，你平日里最是不喜甜腻，这东西摆在这儿也是坏了心情，要不我替你吃了吧。他如今11，比我虚长3岁，叫声哥哥总归是稳妥的。太子哥哥，谢谢太子哥哥。确实是甜了些，这最后半个手实在是塞不下了。就这样，我每天3餐2点雷打不动的来报道。没想到太子殿下人冷冰冰的，手头却大方的很，只要我开口，他全推给我，不像我那大姐姐。姑娘，姨娘来信了。又是让我少吃饭的。这回是天大的消息，京里都传开了，说这回礼佛太子殿下也在，好些宫卿家的姑娘都坐不住了，想尽法要来寺里住一段时日。连咱们家的大姑娘也在托人想法子呢，估摸着过2日就要到了。大姐姐，她也要来？那是自然。大姑娘琴棋书画样样精通，人又生得端庄苗条，说是她来了，定能讨得太后欢心。从小到大，姨娘就拿我跟她比，她是嫡出，我是庶出。她3岁背诗，我3岁说话都磕巴。大姑娘那是天赋，她沉静端庄，我一不留神就摔跤。这些也就算了，最让我难受的是因为她生得清瘦，姨娘就卯足了劲儿要我也变那么瘦。可我就是我啊，大姐姐瘦，为什么我就一定不能胖呢？你怎么了？怎么？这可是你平时恨不得连盘子都舔干净的素春卷，我都吃光了，你竟一点反应都没有。啊，殿下，你刚才说什么？我说，我已经把你最爱的春卷吃完了。吃了便吃了吧，反正大姐姐要来了，以后这盘子里装什么，怕是都跟我没关系了。不过是一盘春卷，就让你连魂都丢了，还说没什么。殿下有所不知，大姐姐是嫡出，又是京城有名的才女，她若来了慈安寺，这半价的差事定是她的。到那时，我这庶出的吃货，哪还有资格坐在殿下对面？姑娘说的是，大姑娘身姿鲜美，姨娘信里还嘱咐呢，让您这些日子多减几斤，省得大姑娘到了，衬得您像个夯货。没意思的很，早饿一顿，晚饿一顿，左右都是要饿着的。殿下慢用，臣女先告退了。站住！殿下放手，臣真的没胃口。胖南瓜，你今天一口饭都没动，到底怎么回事？胖南瓜，殿下，您平日里清高，私下里竟拿臣女的体态开玩笑。我是不是开玩笑？你自己看。那天在凤眼前，你滚成一团摔在毯子上，恰好穿了这条橙黄的裙子。你自己瞧瞧，这腰身，这弧度，说你像南瓜，南瓜都得觉得委屈。
我那天是饿得没力气。所以小南瓜，你还没回答我，到底是为了什么，能让一个为了2块肉干就能笑上一路的吃货，变得连饭都不想吃了？殿下，您把我想得太乐观了。凡是大姐姐在的地方，大家都只喜欢她。既然是才女，便该在府里待着，跑到这深山古寺来凑什么热闹？要不是她当初嫌弃这儿清苦，嫌弃素山难吃，我根本没机会陪太后来这里。现在的慈安寺没有嫡母，没有父亲和姨娘那嫌恶的眼神，我过得比在家里开心100倍。就为了这个，他们当时不肯来，现在看姑在山上，便想来就来了，当着皇家寺庙是他们安国公府的后花园不成？可他是嫡出啊，在国公府嫡庶就是天，只要他一句话，我在这儿拥有的一切都会像泡影一样碎掉。放心，这件事包在姑身上，姑不想见的人谁也进不了这山门。现在先给姑吃饭。跟着殿下能吃饱，是因为殿下厚道，可大姐姐在家又不缺吃的，她为什么要冲着殿下来？你这话什么意思？明明母亲的小厨房里，她想吃什么就能吃什么。爹每次下朝回来都会专门绕道去买宝云楼的点心，但是给大姐姐的从没给我买过，甚至连去年宫里赏的大闸蟹，爹分到了2只全给她了。我不是非要吃那口螃蟹，我只是想不通，同样是父亲的孩子，为什么2只螃蟹连个腿都轮不到我？2只螃蟹全给了他，那大闸蟹你真的一点都没尝到？姑娘今儿是怎么了？这种家丑竟也往殿下面前捅，若是让姨娘知道了，回去又得是一顿责骂。尝到了，大姐姐在席上当着全家人的面分了我半只，可她还不如不分呢。既然分了你，为何又说不如不分？因为大姐姐分了我半只，爹夸她有爱幼媚，嫡母夸她端庄大度，全家一晚上都在夸她。可等回了房，姨娘却哭着数落我，说我就知道吃，说我没皮没脸去馋大姐姐的东西，让她在嫡母面前丢了脸。就因为那半只螃蟹，你挨了骂？可我从来没到过任何东西，他们都说大姐姐大方，他们怎么知道？如果我也有，我就不会分给其他人呢。我从未得到的东西，又如何去分？原来这世上的人心真的都是偏的。陆毅，你爹只是不给你点心和大闸蟹，我爹……皇上他……我爹却连皇位都想给我二哥。可你才是太子啊！你是嫡出，又是长子，自古立嫡立长，你……我生来就是太子。但那些大臣近来一直上奏，说我太过孱弱，不堪重任，让父皇改立太子。殿下，殿下慎言啊！这等大逆的话，万万不可宣之于口。若是传出去，咱们这满屋子的人都没命了。都退下，姑要静一静。奴才这就去备传，请殿下宽心。殿下，你别生气了，气坏了身子，晚上又该用不下饭了。既然你没心思在这儿吃，不如我们去游湖。听说寺后荷花开得正盛，一边划船一边赏荷，总比对着这些木头脸强。陆姑娘，这儿备了寺里最好的素斋、如意糕、各色食量瓜果，还有宫里厨子现做的桂花酥。这么多好吃的！不必跟着了。是。这儿真清静，那2个讨人嫌的丫鬟肯定找不着我。陆仪，你刚才不是问我为什么是太子，却还有人敢非议吗？我娘先皇后是在生我时被人暗算难产而亡的。我出生就没了亲娘，身体先天不足，比一般孩子虚弱很多。难产是二皇子的人做的吗？那时候二皇子一派便已虎视眈眈，狼子野心从未断过。若不是皇祖母一力坚持，这储君之位早成了旁人的囊中物。所以太后带你来慈安寺是为了躲开那些大臣？朝中拥立二皇子的呼声太高，父皇也有些动摇。
皇祖母只能以此为借口，带我来这里避避风头，先拖上一拖。可是这里的饭那么难吃，你本来就身体弱，再天天吃这些没油水的，你不会更吃不下，身子变更虚弱吗？陆羽，你这脑子里除了吃，还装得下别的吗？怎么没装别的？我是替你愁呢。我姨娘送我来，就是觉得慈安寺的饭难吃，想让我在这儿待上几个月，活活饿瘦。你要是也饿瘦了，二皇子的人肯定又要说你病秧子。看你平时吃的那么香，我还以为你觉得这里的饭挺好吃。殿下这话说的，我只是不挑食，又不是吃不出好坏。这寺里的斋饭咸一口淡一口的，要不是为了填饱肚子，谁愿意天天吃这个？是吗？姑看你每顿都吃得底朝天，还以为这斋饭极合你够口。那是臣女饿怕了。皇祖母带我来，其实是实在没办法了，想出个以毒攻毒，死马当做活马医的法子。以毒攻毒？这礼佛还能以毒攻毒？先前陪皇祖母来礼过佛的那些贵女，在寺里饿了几个月，回家之后胃口各顶各的好。皇祖母本想着姑在这儿饿上一段日子，回宫后或许能多用些御膳。咦，听起来好像很有道理的样子。太子哥哥，这碗五宝仙蔬我看你半天都没动一筷子，你是不是又不爱吃呀？要不我帮你解决？那这碗莲子羹呢？我看它都要放凉了。都给你吃吧。陆爷。啊，殿下，那是我还没吃完的。你可真能吃啊！你姨娘想让你变瘦，依姑看，比刘贵妃想让二哥当上太子还要难上100倍。二皇子当太子，这跟我变瘦有什么关系？他怎么说我能吃，还从我手里抢吃的？那可是最后2口了。姑娘慢点，你这又是去哪儿啊？去给太后娘娘请安，太子哥哥说他也要去。姑与陆姑娘有要事面见皇祖母，你们留在院外候着，谁敢多进一步，打断他的腿。走，今日就让皇祖母下旨，绝不许那大姐姐他们来这碍眼。太子哥哥真是大好人，不仅管饭，还帮我打怪。娘娘，刚才陆家传信来，说府里的大姑娘想来寺里侍奉，您看。你且传话回去，就说哀家有义儿陪着就够了，不用那么多人过来挤着，没得扰了哀家清静。太后英明，都说能吃是福，奴婢瞧着陆姑娘就是个有福气的。您瞧，太子殿下这些日子跟她待在一块儿，不仅用膳比平时多了，连那老鼠子气虚的毛病都没犯过。奴婢觉得不用等回宫，殿下这身子骨就能好个大半。是啊，这孩子以前在宫里御膳真羹，他连瞧都不瞧一眼。谁能想到啊，到了这儿，他竟还捡人家吃剩的半个荷花酥吃。太子哥，这身手，这速度，看起来也没太后说的那么虚啊。陆姑娘，我问你，如果一个平时什么都不爱吃的人，突然捡别人剩下的半块点心吃，那意味着什么？那肯定是那点心太好吃了，馋疯了吧？原来赵爷爱吃这个啊！当时见他一整盘都没动一下，我真以为那是他不要吃的。早知道我就给他留一整个了。当时吃了4个半，着实有些撑。姑娘，奴婢这心都要蹦出来了。
当初说好是来受苦变瘦的，您可倒好，这2个月天天跟着太子殿下躲在荷花丛里吃。胡说，我那是替太子哥哥试毒。你瞧瞧，太子哥哥的脸色是不是红润多了？那是我的功劳。太子殿下的脸色是好了，可您的脸也圆了足足1圈啊！回去姨娘要是问起那3斤肉，奴婢们就是有100个脑袋也不够砍的。小南瓜，你哭什么？太子哥哥，回了府我就只能喝清水白菜了，我舍不得你，更舍不得你每天那3顿不重味的点心。愣着干什么？宫里我不爱吃的菜更多，还不赶紧跟上！皇祖母，孙儿有一事相求。恒儿说便是。马上就要到吃大闸蟹的季节了，孙儿脾胃虚弱，母后你也是知道的，孙儿吃不得那些寒凉之物，可父皇那边肯定会赐下不少，不如让陆仪进宫替我吃了吧。带臣子家的姑娘进宫，虽不合规矩，但怡儿这2个月照顾皇儿有功，既然她总得替你吃这些你不爱吃的东西，哀家也不能让她白吃。皇祖母的意思是，哀家今日便封陆仪为县主，让她进宫陪哀太住一段日子。谢皇祖母恩典。太子哥哥人真好，他在宫里肯定有很多不爱吃的菜，太需要我的帮忙了，我一定要进宫好好帮他分忧。太子哥哥，螃蟹能管够吗？管够，撑死你！长安，你太过分了！小时候你明明把吃的都推给我，现在你比我高出一头，射箭能百步穿杨，力气使得像牛一样，怎么还跟我抢肉吃？小南瓜，姑这叫帮你保持身材。你瞧，这8年跟着姑抢菜，你才落这般苗条。要是没人抢，你早又滚成球了。你才南瓜，你全家都南瓜！我都18了，不许再叫那个名字。瞧见没？殿下也就只有在陆县主面前才像个活生生的人。太后娘娘，怡儿进宫已10载，臣虽感激娘娘圣恩，可怡儿如今已年满18，婚事实在耽误不得了。臣斗胆求娘娘恩准，接怡儿回府相看。哀家挡了你父亲3回，这第4回，哀家实在是没借口了。怡儿，你总归是要嫁人的。臣女遵命。县主，慢些走，家里已经备好了您最爱吃的席面，老太太他们都盼着呢。这还是那个让我饿肚子的家吗？二姑娘如今贵为县主，又是太后跟前的红人，老爷哪敢再让她喝清水白菜啊？我的好女儿，这些年你在宫里受苦了，快尝尝这枣泥卷，专门去宝云楼排队买的。谢谢姨娘。怡儿啊，爹接你回来，其实有一件为难的事，只有你能办。父亲请讲。你大姐姐原本被定下嫁给二皇子，可她身子弱，最近更是忧思成疾。你是太后册封的县主，身份高贵，咱们陆家商议过了。商议什么？让你替你大姐姐出嫁，嫁给二皇子。父亲方才说，是因为我身份高贵，才让我替嫁。可10年前我差点饿死的时候，我的县主身份在哪？怡儿，这二皇子虽然脾气古怪了些，但他毕竟是皇子，你嫁过去就是皇妃啊。既然是这么好的婚事，大姐姐为什么要哭？为什么要推我入火坑？怡儿，
二皇子受伤后性子是暴虐了些，可你不同啊，你有太后娘娘护着，她肯定不敢欺负你。可你大姐姐身子如此娇弱，她怎么能受得了那份罪？姑娘，您这脸色怎么白得吓人？是方才吃的那口点心不对吗？是啊，宝云楼的点心让我的胃沉得难受，泛着恶心，真恨不能立刻吐出来。旁人偏心大姐姐我都能忍，可姨娘，你是我亲娘啊！你明明知道二皇子是个火坑，怎么能这么急着把我推下去？你笑什么？我笑，是因为原来你们都知道，二皇子断了腿，性子暴虐。姨姐儿，话不能这么说，那毕竟是皇子，你嫁过去既是皇子，既是好亲事，为何偏偏轮到我？因为我有太后护着，她不敢欺负我。那要是我没有太后护着呢？是不是就该任由她欺负，任由她折磨，任由她发作？呀！长辈面前怎么说话的？父亲，回府的路上，您问我住的好不好，饭菜合不合口，还叮嘱马车慢些。那一刻，我真以为人是会变的，可现在看着您这张脸，我才明白，您只是看着筹码值不值得费心。放肆！我是你父亲。父亲，人人都知道我是太后最宠爱的县主，是东宫的人。若我现在弃太子加二皇子，将来太子登大比，你们想过我会是什么下场吗？还是说陆家根本不在乎我的死活？太子也要选妃了，你大姐姐年纪正合适，她做事妥帖，最懂照顾兄妹。若将来她入了东宫，定会念着情分，不让你在二皇子府受委屈。好一个左右逢源，好一个两头兜啊！让大姐姐去争太子妃，让我去填二皇子的火坑。陆家这算盘打的，连亲女儿的骨头渣子都不放过啊！你怎么说话的？你大姐姐识大体，你若受了委屈，她自然会替你说话。替我说话？我记得小时候，大姐姐抿一口桂圆莲子蒸咸甜，姨娘就赶紧端走重做，我多看一眼就被骂馋相难看。后来大姐姐把吃剩的半块饼扔给我，你们就夸她疼爱妹妹。原来这种疼爱要延续一辈子啊！爷儿，你这是做什么？这顿饭我嫌恶心。你要去哪儿？父亲觉得我会去哪儿？宫里都落锁了，你现在去，宫门也不可能开。你给我老实待在府里。您不是担心我，您是怕我去太后面前告状，坏了陆家的青云梦吧？来人，把二姑娘给我拦下！这可是县主，又是太后的心尖子，谁敢真动粗啊？陆家无我立足之地，你们也从未喜欢过我，以后不必管我去哪里。宫门早落锁了，我现在这副样子跑回去，太后娘娘定会吓坏的。赵衍那家伙，若是见我披头散发的敲门，估计又要皱着眉训我了。哎呦，这位姑娘，这么晚了是住店？我们这儿上好的房间，热水都是现成的，您快请进。要一间清静的上房。小二，快把贵恶的马牵下去，好生喂上等的草料。这些东西真恶心。姑娘，姑娘，您怎么了？要不要小的去请个大夫？不必，送壶热茶来，再添个干净的铜盆。哎，小的明白，马上就来。姑娘，您这是受了凉，还是吃了什么不干净的东西了？是啊，不干净，吃了15年的偏心和算计，今天总算全吐干净了，心里倒是一下子轻松了。那这宝云楼的点心，小的往后可不敢给您端了。那点心没罪，
是给点心的人。以后我这辈子都不会再碰宝云楼的东西了。你先下去吧。没什么好难过的，他们一直如此，从未变过。昭言，你这乌鸦嘴，竟然真的让你说中了。你说陆家要是又不给我饭吃，就让我自己出来买好吃的。拿着。阿恒，怡儿是回安国公府，那是他自个儿家，难不成还能短了他的嚼数？你这急火火的，倒像送他去逃荒。那谁知道，他7岁的时候，家里就能每天只给他半碗白菜。如今虽然封了县主，长大了，可小南瓜到底还是那个没出息的小南瓜。万一他们哪天又心血来潮不给他饭吃呢？陆怡，你拿着这个，他们要是饿着你，你自己出去买好吃的，听见没？知道了，太子哥哥真是乌鸦嘴，我还能在自个儿家里饿着不成？没想到竟真的让他说中了。小二，上菜吧。好嘞，姑娘，你要点什么样的？清淡些的，再来一碗热汤，要快。姑娘你慢用，这是一碟刚摘的青笋，脆生生的。这盅鸡汤是慢火炖的，最是滋补。还有这碗细面，根根分明，特意多撒了您要的小葱。真香啊！看姑娘方才吐成那样，小的还担心您吃不下呢。吃得下，这世上吃饱这事儿最要紧。哪怕天塌了，只要这口热汤能下肚，心里就能生出劲儿来。谁？开门。赵岩，他殿下，受伤没？啊？陆怡，你疯了吗？知不知道大晚上一个人跑出来有多危险？要是路上遇到坏人怎么办？你当京城是你家后花园，想去哪里就去哪里吗？你一进门就只会凶我。我凶你，你还委屈了？你3岁学说话不利索，10岁摘果子掉下来摔一身泥，甚至半夜偷吃的都能被油烫着手。你这种蠢脑袋，怎么敢半夜住客栈的？怎么哭了？我在陆家被父亲拦，被嫡母算计，被亲娘往火坑里推的时候都没哭，可你这么大老远跑来，开口就只会训我。对不起，别哭，我不是真的要凶你，对不起，我是真的担心的快疯了。好了，我知道你不是真凶，可宫门早该落锁了，你到底是怎么出来的？你就先别管这个了，反正姑有法子。怎么能不管？你是太子，夜里私自出宫，御史堂那帮老头子明天准得抓着你不放。太后娘娘要是知道了，得多操心啊！早知道你这么胡来，我刚才就不浪费眼泪了。不然呢？姑能让你一个人待在外头？可你不是派了暗卫吗？他们既然能替你报信，肯定也能护着我啊！你堂堂太子，干嘛亲自跑这趟？一向聪明绝顶的太子殿下，今晚怕不是急糊涂了？暗卫能当保镖，他偏要自己来当。姑一时没想到。等会儿，我那面还没吃完呢。这家厨子手艺真挺好的。回宫再吃，这种地方的面能有什么好的？贵人，这房间……姑给你的金寡子，你不好生珍藏，竟然真打算拿来付账？这不是你出宫前塞给我，说要是饿着了就自己买吃的吗？你还有理了？
一个安国公府，竟真的让你用上了救命的金冬娃子。陆仪，我看那个家以后你也不必再回了。以后都不回了。陆仪，究竟发生了什么，让你刚回去半天，就大半夜跑出来？二皇子不知怎么看上了大姐姐，家里那帮长辈想让我替大姐姐出嫁。太子哥哥，我不想嫁给二皇子。死人自然不能嫁娶。我的妈呀，他这是说气话还是认真的？这眼神太吓人了。可就算这回躲过去了，只要我还是陆家的女儿，父亲和老太太总能想出别的法子来把我卖了。太子哥哥，你对我最好了，要不你干脆替我挑一门好亲事吧。陆仪，姑最后问你一遍，我对你来说究竟是什么？饭桶？你才饭桶！你全家都饭桶！不是，我是想说，跟着你我就能吃饱，你是我的饭碗。不对，你给我的碗太多了，至少得用饭桶才装得下，所以我才觉得。别转了，再转宫门那边都要举着灯笼出来抓人了。陆仪，姑现在没跟你讨论吃的。姑是在问你，如果让你当太子妃，永远留在姑身边，你愿意吗？太子妃？罢了，是姑难为你了。太子妃，那不是大姐姐那样金玉堆出来的贵女才有的命吗？我这样整天只惦记吃的人，怎么敢想想那样的位置？可看着她要走，我心里怎么比没吃到大闸蟹还慌？等一下，你以后是要当皇上的呀？我听说每个皇上老了都会迷上炼丹，可我不喜欢吃那个红彤彤的丹药，闻着一股子药味儿，我一点都不想吃。陆仪，姑比你挑食多了好吗？那丹药你不爱吃，姑更嫌弃。姑答应你，这辈子都不碰那玩意儿，也不逼你吃，行了吧？真的？那除了不吃丹药，还有什么好处？若你做了太子妃，就能永远留在宫里，再也不用回安国公府看那些人的脸色，以后只有他们来拜见你的份儿，谁也别想再让你喝清水白菜。你不是很喜欢宫里，也很喜欢皇祖母吗？不用回陆家，有太后娘娘，还有吃不完的点心和大闸蟹。那要是当了太子妃，以后咱们两个在一块用膳的时候，你会让着我一点吗？姑答应你，不仅让着你，姑不爱吃的也都归你。你保证？姑保证。真暖和啊，像推了个小火炉似的。太子哥哥，其实我不只喜欢太后娘娘，我也很喜欢